里的温泉是属于碳酸盐泉，里面暗藏的丰富的铁质，闻起来有点像生锈的味道。而且据说啊，在这边泡这个泉会生下男孩子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都市传说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、8次才出来的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往的位置呢是在。Hello， 我是 Toma， 你现在收看的是 Toma Nama 后手。你有来过花莲的瑞穗乡吗？这次我又来到花莲了，这一次才知道原来花莲瑞穗有温泉之乡的称号。听说这里每年都会有温泉季哦。这一次我来到的是山下的处，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待会见喽。我们现在来到这里，大家都说山下的处的门口非常的低调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日式的，而且山下的处呢是花莲第一家的民宿哦。这次入住的房型非常的有设计感，来跟着我一起看看这次的房间长什么样子吧，走吧。这次非常的开心，可以来入住山下的处。玄关的清水膜墙让空间看起来很干净有个性。黑色方格沙发搭配木质元素，把冷调综合的刚刚好。线灯沿着墙面打光不刺眼，特别喜欢黑色铁质衣架，很有分量。墙面上木质格栅的平台直接当作房间的 mini bar， 上面放了马克杯、瓶装水还有热水壶，配置很简单。最特别的就是山下处提供的 mini bar， 居然有泡面，晚上不用怕肚子饿。冰箱里面比较特别的，因为这边是瑞穗，所以就有附鲜乳。这边的 mini bar 全部都是免费的，除了 mini bar 免费之外，也有提供除湿机。如果是夏天来的话，也有准备电蚊拍哦。2张双人床，空间感其实比想象中宽敞。木质格栅床头板一路延伸，利用玄关相同元素，视觉感很整齐。角落的大立灯加上窗边自然光，整个房间亮度很舒服。另一边配置了1桌2椅的小沙发和32寸电视。我们来看看厕所，我蛮喜欢厕所有一个设计，天花板的是用木头的横纹，一格一格的。你看这个光从上面洒下来，非常的美。花莲的民宿很厉害，都有敷面膜，所以今天晚上又可以敷面膜了，蛮贴心的。这是什么？浴帽、棉花棒、牙线、刮胡刀，这些都有哎。那厕所非常的大，而且完全呢都是洗石子的墙面，蛮喜欢这个整个民宿的风格，清水膜、木头还有洗石子。有趣的地方。这边有一个通道，可以看到温泉池。户外有一座独立的温泉池，整个氛围蛮安静的。搭配 FRP 材质深灰色休息椅，造型简单但很耐用。温泉池本体用洗石子板材打造，在这里泡汤，外面是空气和光线，整体就是一个放松的节奏。都有半露天的温泉池可以泡。瑞穗乡的温泉是碳酸盐泉，在地底下是透明的，但是接触空气后变成金黄色，俗称着黄金汤。每个晚上8点到9点，在户外也有传说中的黄金汤可以去泡泡看哦。听说在这边泡汤都会生下男婴，也许你会非常的好奇，这里的汤会出现白色一小点一小点的东西，不要太惊讶，产生的白色的点点就是所谓的温泉花，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？如果你有订这边的晚餐，其实这边并没有厨房，告诉我们要去另外一边，大概是开车10分钟的路程。我们现在就来去吃饭，走吧。来到民宿合作的餐厅老家后山菜，餐点大多使用在地食材，以传统地方菜为主轴，并结合了养生与创新料理的概念。最特别的是香酥芋头鸭，酥脆的外皮咬下去充满芋头的香气，搭配软嫩的鸭肉，绝对是芋头控的最爱。
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间住宿的房间格局，整个动线是采回字形，在里面走来走去都非常的方便。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地板高低起伏有点落差，所以走路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。双人床是属于加大的，深度有点浅，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脚还会稍微跑到外面去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这次我入住的是1楼，因为也是公寓的关系，2楼房客走路太大声的话，1楼还是会影响到哦。加上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汤屋，所以在房间也可以泡露天温泉，这一点是大大的加分。如果包栋有更多人一起来玩的话，记得带泳衣。我身后户外的温泉也是可以过来尝试看看，不过开放时间有点太短，只有晚上8点到9点而已。每年花莲都会办太平洋的温泉季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在官网上面得到这些资讯。希望你会喜欢这支的影片，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。好，我是 Toma， 我们就下个城市见喽，拜拜。已经开了。大家都说山下的楚的门口非常的低调，因为是山上的关系，也这边不用山上，对不对？山下上边，这是山下，这不是山上。对，其实每年花莲呢，我非常的开心，这次可以入住这间